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唐韵。北京还在封杀，真相却烧到了台湾。于朦胧的经纪人杜强疑似化名杜以成潜逃到了台湾。有人说呢，在西门町的旅馆见过他，结果旅馆经纪公司全部紧急切割，说没见过，不认识。但还是太晚了，消息已经炸开。更诡异的是，于朦胧的恩师孙德荣也发文说：“我不怕，但会小心。交通事故最难躲闪。”这句话让全网网友心里一颤，因为大家都懂，这不是提醒，而是在警告。同一时间，北京的启浩艺术馆出现了一个鱼头形状的人体标本，鱼和于朦胧的鱼是谐音。这个标本被红线锁链缠身，它的身形据说酷似于朦胧，网友就怒吼说这是公然的挑衅。但最恐怖的是，这个艺术馆的老板是北京市政府国企，在展出疑似受害者标本。更巧的是秦刚他复出的地点也正好是在这栋楼里面，上面是艺术馆，下面呢则是一个秘密的地下4层的建筑。红色权贵、消失的高官、标本的展出，让这栋楼成了北京的地狱之门。有网友们就开始拼线索了，杜强不只是经纪人，乔任梁、邱锋、于朦胧全都在他手下死去。天娱传媒可是中国唯一的国有艺人公司，这旗下的9人都离奇身亡，这不是巧合，可以说这是一种模式。快递不让寄，信件全部退回，帖子只能自己看，全网封杀，这只能证明一件事，他们怕的不是谣言，而是真相。一个名字被活活地封成了裂缝，而裂缝里的光现在正在照亮整个体制。就在10月20号，台湾媒体爆出了一个大料，说于朦胧的经纪人杜强，他可能化名叫做杜以成，到了台湾，还说呢，他跟台湾的11音乐有合作，甚至有人在西门町的宝格丽时尚旅馆看到了他。这消息一出台湾的自由时报马上就去查证了，结果是11音乐的经纪人回应说，公司从来没有和杜强合作过。宝格丽时尚旅馆也说，我们没有这个人。这两边都否认了，这就很有意思了。到底是爆料者看错了，还是杜强用的根本不是这个名字？又或者这2家公司是在切割呢？更让人担心的是，有网友提醒于朦胧的恩师孙德荣说，如果杜强真的来台湾，恐非是单纯的逃亡，而是带着任务。孙德荣大家都知道，在上周57号刚刚在台湾为于朦胧办了法会。看到网友的提醒后，10月21号，孙德荣在自己的脸书发文报平安了。他说：“谢谢大家都在关心我，如果我怕，就不会帮于朦胧办法会。我出门尽量会小心。”他还特别提到，法会那天他来回都用了不同的车。他说：“我心知肚明，交通事故最不容易躲闪。”这句话听得人心里一沉，交通事故这4个字在这种时候显得特别刺眼。网友们都在下面留言，请他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人建议他如果受到威胁，请申请保护令，提醒他恶魔什么事都做得出来。那大家为什么这么紧张杜强呢？因为在于朦胧事件的所有传闻里面，他都是一个关键人物。他不仅是于朦胧的经纪人，也是之前同样离奇去世的乔任梁，还有去年车祸去世的最帅武僧邱锋的经纪人。大家都在挖资料，发现于朦胧所属的经纪公司天娱传媒，这可是中国唯一的国有艺人经纪公司，而这家公司旗下已经有9位艺人都离奇的离世。
这几率是不是有点太高了？所以网上有一种说法，怀疑杜强并不是单纯的经纪人，而是权贵安插在艺人身边的内部人，负责监视艺人，甚至有说法指他有军方背景，因为曾经在上海的西点军事夏令营出现过。当然啦，这些目前还都是网络上的说法，并没有获得证实。在杜强这条线之外，过去这几天，网络上还爆出了更多让人毛骨悚然的细节。大家还记得吗？之前就有网友推测，于朦胧生前可能被带到过北京宝格丽酒店，还有启浩艺术馆，甚至有人在他最后直播里，从水平的倒影当中看到疑似启浩艺术馆里面的雕塑。最新呢，有网友发现启浩艺术馆又展出了一个新的标本展品，这个展品头部被一个大大的鱼形代替，那这个鱼和于朦胧的鱼是谐音，而这个展品人的身形和穿的衣服都被大家认为很像是于朦胧，而且呢，展品是被锁链和红线捆着的。这简直网友都炸了，说真是公然挑衅了，邪恶至极。有网友分析，这种行为在某些仪式中是必须要公开展出的，目的就是为了展示权力，那意思就是我干的，你就是不敢把我怎么样。但最让人震惊的是这个艺术馆的背景。接下来呢，我们插入一段工商时间。大师局频道会及时的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们向您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和我们的团队都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非常安全的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的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能用一台服务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服务器里面，然后由同一台服务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知道您连去哪里。这就意味着，只要那台服务器有风险，您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它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的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2台服务器转送。第一台呢，只知道您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知道您要连的目的地。这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没有办法还原整条通信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您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它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是相当出色。神盾的 VPN 可以在全球服务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的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以在手机、平板电脑，还可以全家分享使用。现在您如果购买2年的方案，可以享受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的优惠码大师局，再打9折。30天内如果不满意，我们会全额退款，没有风险的试用。建议您赶快点击节目下方的描述栏的购买链接，直接购买。下面我们再接着讲，我们查了一些工商资料，启浩艺术馆根本就不是什么私人产业，它的运营公司叫做启浩兴业，这家公司是由华龙旅游实业发展公司100%控股，而华龙旅游又是北京首旅集团的全资子公司。首旅集团又是谁？它是北京市政府旗下的国有企业。说白了，这个展出疑似于朦胧标本的地方，它背后真正的老板就是北京市政府。这个地方有多敏感？就在10月17号，消失1年多的前中共外交部长秦刚首次公开现身，地点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因为于朦胧案而臭名昭著的启浩中心，一个被怀疑是权贵作案甚至制作标本的地方，一个100%的国企，现在又成了一个失踪高官复出的政治舞台。这背后的水到底有多深呢？作家沈栋在他的一本书《红色轮盘》里面曾经详细的描写过他和前妻段伟红是如何与温家宝的夫人等高层权贵家族打交道，才开发了这个宝格丽酒店还有启浩中心。书里面就提到，这个项目有一个地上3层对外开放的艺术馆，但更关键的是，它还有一个高达80万平方英尺的巨大的地下空间，足足有4层楼深
但至今没有对外开放过。这个神秘的地下室到底是干啥用的？现在呀，网上是猜测四起，有人怀疑失踪期间的秦刚会不会就是被关在这里，也有人怀疑这里是不是什么秘密基地、人体实验室，甚至是传闻中可怕的献祭仪式的场所呢？一个标本出现在一个国有的艺术馆，这个艺术馆又跟红色轮盘里权贵有关，还有着巨大的秘密的地下室，并且还是秦刚复出的地点。这已经不是娱乐圈黑幕了，这根本就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黑洞。有网友扒出于朦胧生前的视频和照片，发现啊，他下面的后槽牙好像都没有了。这就让大家怀疑他生前可能受到了极端的对待。有人推测，他那段时间总是戴着一个口罩，可能就是为了掩盖这个。更巧，或者是说更可怕的是，网友还翻出了资料，发现啊，乔任梁他下面的后槽牙也是没有了。这两个同样由杜强戴过的艺人都没有了后槽牙，这到底代表着什么呢？事情燃烧到现在，官方的封锁也越来越严了。21号 ，X 平台流出了一段对话截图，显示平台禁止发送和于朦胧有关的快递，甚至包括寄往有关单位的举报信。在截图里面说，北京专门开会下通知警告，不允许收件，所有在路途当中的信件全部要异常退回。网友就质问了，要是没有鬼，能做到全国下令不允许发于朦胧的信函？不过也有网友回应说，这可能只是部分代寄店铺的行为，如果你自己亲自去邮局，还是能寄出去的。但是无论如何，这都侧面的证实了这件事情在中国大陆有多敏感。有网友就说自己呀，在小红书发了于朦胧的帖子，先是被封了2周，解封之后再发帖子，就只有自己能看见了，用别的账号根本刷不到。他问，是有多害怕要用封号禁言来阻止大家讨论呢？观众朋友，请您在我们节目下方留言，您对这些新的细节有什么看法？您觉得杜强在台湾的传言是真的吗？说到底呀，这个案子为什么会从一个娱乐圈的事件演变成一个政治风暴？因为所有的疑点最后都指向了同一个群体，那就是红色权贵。官方第一时间结论是酒后坠楼，但大家可都不买账，疑点太多了。案发地是编剧吉光光真名李明的房产，往生者口袋里有2块名表，神秘的聚会名单，现场影像的缺失。最关键的是，就是这位吉光光，也就是李明，被外界指认是李鹏和叶挺这2大红色家族的后代。有一篇分析文章就指出，在中国，这种红色血统传承特权的故事，大家早就见怪不怪了。这些家族几乎垄断了政治、金融还有资源。当一个演员在和红色权贵血脉相连的人的房产里坠楼身亡，却没有人被正式调查，这在很多人看来就是权力操纵司法的证明。随着深挖，一张巨大的关系网被扯出来了。网上流传一份17人的聚会名单，里面有被指是在现任政治局常委蔡奇私生子的辛奇，还有蔡以佳。也正因于此，舆论指出蔡奇在案发后下令全国封禁舆论。原中共副国级官员红二代薄熙来的金主徐明是死于狱中，留下了130亿遗产。他的妻子田海蓉现在是影视圈的资本女大咖，这次呢也被指参与了于朦胧事件。记得一开始被卷入的女星宋伊人吗？她也被指是军方的红3代。舆论指出，她背后有一条由她母亲、山东省政协原常委，还有央视主持人等人构成的山东闺蜜链。宋伊人虽然发声明辟谣，说案发时她早就搬走了9个月，而且她是中国公民，从未潜逃，但她最近发出的去出发看海的微博，还是被网友追着骂，说她是散心虚。网友还发现，当年张国荣主演的最后一部中国电影《红色恋人》，投资者叫做叶大鹰。这个叶大鹰
正是这次事件的核心嫌疑人吉光光，也就是李明的亲舅舅。也就是说，叶挺和李鹏这两个红色家族的血脉，在不同年代、不同的悲剧当中是反复出现。香港的向太，也就是陈岚，曾经证实，张国荣在坠楼前曾经打电话给他，说自己想开个记者会，澄清他自己并没有抑郁症。但电话挂断后不久，他就离世了。网友的怒火也烧到了另外一位被指涉案的大佬，那就是制片人方励。他监制和投资的新片《下一个台风》原定是10月25号上映。这部片子阵容其实很强，有张子枫、姚晨、李心洁，甚至还有格斗冠军张伟丽。结果呢，开启预售后遭到了网友的强烈抵制。网友说，制片人深陷命案漩涡，不适合助长风气。善良的他也是世界上另外千千万万善良人的缩影，没有等到能证明清白的时候，要坚决抵制。有方励的不看，有17人的不看。10月18号，方励和电影官微赶紧发了个声明，说自己被卷入无端的谣言，正遭到黑水抵制，还很强硬地表示绝不退缩，因为绝不能向恶意造谣低头。但这份声明彻底地点燃了网友的怒火，有网友就直接呛：我不想看电影，我想看监控。有人说别人家的儿子被祸害了，没有心情看电影。还有人讽刺：怎么不看你电影的都是造谣网友吗？没人看应该反省自己，而不是网暴网友。一个电影还强行让观众买单了，强行要饭。更有人指出，怎么喊都没有用，已经是个弃子了，反水才能有活路。根据大陆媒体报道，截至18号当天，影片预售票房只有1.2万元人民币。虽然电影官微发声明说自己不会撤档，但这个预售数字确实不足以支撑1亿元前后的票房预期，它最终撤出档期的可能性巨大。此前，由田海蓉主演的电影《火种》也遭到了全网抵制。预售票房同样是惨到了只有1.2万元人民币，上映首日的上座率低到只有0.4%，首日总票房18万人民币，被指出这注定就是院线3日游。可见在中共高压的环境下，真相不明，也不让普通人说话，他们呢就用脚投票，用钱来投票。我们回过头来看，于朦胧的离世已经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就像一个引爆点。有评论指出，中共的封锁越严，公众的质疑就越深，因为所有的清朗行动，也就是网络整治，都指向一个逻辑：他们害怕的不是谣言，而是真相。这种不信任已经到了顶点，这个体制现在面临着一个塔西佗陷阱，就是他已经失去了公信力，无论他说什么做什么，社会都会给他负面评价。而这一次点燃的火烧得特别旺，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海外的3退浪潮，就是要退出中共的党员、团员还有少先队组织。根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数据，在过去的1个多月，声明3退的人数暴增，很多人都在声明里面明确地提到了于朦胧的事件。比如有一位大陆居民就写道，看到于朦胧的事件之后，我才开始探寻中共的真面目，普通人不过是掌权者的奴隶。有来自中国的一个名字叫做房磊的人说，于朦胧的事件让我彻彻底底的明白了，拿我们人民当活体器官零件库。我请求退出共产党的共青团和少先队。还有一位叫詹妙琴的人说，自从知道于朦胧事件后，颠覆我以往的认知，我想退团退队。有时事评论员认为，这股浪潮正在冲击中共的4中全会，就像当年的白纸运动结束了清零政策，于朦胧的案件也有可能成为结束一个时代的导火索。于朦胧在很多粉丝的心中是一个近乎传奇的人，他有着美人面，有文人范，有将军骨，也有
英雄魂。有人写道：若他不是如此耀眼，又怎会引来恶魔的妒恨杀害？他可能只是一个追求光明的个体，却不幸掉进了一个由血统、金钱和权力交织的红色权贵生态网。但这一次，掩盖似乎正在失效。在 VPN、海外社群、加密传播的时代，真相的流动速度永远快于删帖的速度。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觉醒，退出既是自我拯救，也是对未来的一种营救。我们不知道这个案子最终会走向何方，但是我们会和大家一起继续关注下去。观众朋友，您对这事件还有什么补充，或者您听到了什么新的消息？欢迎您在我们评论区分享您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拼凑出更完整的真相。这里是大师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您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